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这是一个即热式的热水器，它是泡茶用的。现在呢是插电没有反应，我们看插电没有任何反应，是触摸的。好，下面我们把它打开，它后边有4个螺丝，在这下边，我们只需要用针把这个底座挑出来之后，再把螺丝卸开。拆开壳以后，我们看一下内部构造。这是一个水箱，内部有加热管。这是一个温控器，这是它的端子，这2个是内部温度传感器的引线，接到我们的线路板上。这个是一个进水管，这个位置有一个内部有水呢，它就会短路这2个接头，这样呢就能够检测是否有水。这个是进水管的温度传感器。刚才我们这个是出水管的温度传感器，这个是一个泵，这还有2个单片机。好，我把板上的螺丝卸下来了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原件。它的内部是有触摸的弹簧、开关变压器和一个电源芯片。这个电源芯片的型号是 MD22H。这边就是插膜抗干扰电容。这个是300伏滤波电容，这个位置有一个供电的电阻，我们看它已经烧黑了，很显然后边的芯片或者是电容短路了，把这个电阻烧黑了。现在测量这个保险也已经断了。这边这个功率管是一个双向可控硅，这个元件它是一个检测电压高低包括电流的元件。这个是数码管，这个端子是给电机供电的。这边是进水管温度、出水管温度和防干烧的传感器的插头。这个是蜂鸣器，这端是开关电源，首先输出一个12伏给电机供电。另外呢，通过这几个芯片把电压降到 3.3 伏，给我们这个单片机和这个单片机供电。为什么2个单片机呢？一个是检测触摸信号和驱动数码管的，还有周围显示的指示灯；一个呢是驱动可控硅的，还有检测各路我们刚才这几个传感器的信号，还有这个传感器。下面我们测一下这个整流桥前级是否短路。目前来测没有短路，但是这个电阻肯定是开路了，保险也已经开路了。下面我们把这个保险和电阻换掉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整流桥后边是否短路，也没有短路，是正常的。那么就把这个电阻和前面保险换掉，看看是否能够修好。下面我们首先把这个板上烧糊的地方给它清理一下，再把这个电阻和这个保险给它换掉。它的保险是2安的，好，我们给它换上。我们看这个线路板这个位置已经烧得惨不忍睹了，很显然是碳膜导电把保险和电阻给烧毁了。下面我们把烧糊的部分给它处理好以后，我们再把电阻换上，看看是否能够修好。好，线路板清理完毕，虽然清理了3个大洞，但是问题不大。我们只需要把原件焊上以后，再把线路板用胶给它粘上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说一下这个电阻呢，就是我们220伏进来以后，通过这个保险，再通过这个电阻给整流桥供电的。这个整流桥在后边，在这里，然后给整流桥供电，整流桥整流，然后通过这个电容滤波以后，给后边的芯片和开关电源进行供电的。我们把这个保险随便换一个33欧的就可以了，把它换上，再把这个电阻复原，再把这个位置用胶给它粘上，应该就可以了。好，我把电阻焊上了。有朋友可能要问，不放这个电阻行不行？直接用指导线是不可以的，因为这个电阻呢是保护这个整流桥的。当开机瞬间，这个电容充电电流比较大，这样整流桥的电流就大，这样容易损坏，所以呢加上这个电阻它就安全了。我们看正面是这样的，待一会儿我们给它上胶就可以了。好，我把板已经上了，我们插电，正常了。我们看一下，开机，
启动，泵也转了，已经正常了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